今天我们来聊聊一种让人震惊的最新高科技诈骗手法。你的手机只不过充了半小时电，结果银行账户里的10万块居然不翼而飞。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，但如果你没有提高警觉，下一个中招的很可能就是你。想象这样的场景，在机场等候登机时，你的手机快没电了，正好旁边有一处公共充电区，还备有免费提供的充电线。你心想，在机场这种安检严格的地方充个电应该没问题吧？于是你随手拿起一条看起来很正常的 USB 充电线，给手机充电半小时，手机顺利恢复了电力，你也松了一口气。然而万万没想到，当天深夜你就收到银行简讯通知，发现账户里少了整整10万块钱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光是给手机充电就能把钱充没了吗？事实证明，充电真的有可能变成诈骗陷阱。很多人不知道， USB 充电线不只是传输电力的充电线，它同时也是传输资讯的数据线。正因为如此，狡猾的骗子才有机会在你充电时对你的手机下手。他们会在公共充电设备上动手脚，比如偷偷改装充电插座，或干脆把特殊改造过的充电线故意留在公共场所，诱人上钩。当你的手机一连上这种看似正常，其实暗藏玄机的设备时，你以为只是在充电，但短短几秒钟内，恶意程式可能已经悄悄潜入你的手机。接着，这个恶意程式会像安装了隐形的窃贼一样，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窃取你的个人资料、账户密码，甚至远端操控你的手机。等到你发现异常时，往往已经为时晚矣。正如前面那位旅客一样，一夜醒来，积蓄尽失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质疑，现在的智能手机不是都有指纹、人脸辨识、密码保护吗？光靠一条充电线，骗子真的能破解我的手机，把银行存款偷走？这听起来未免太不可思议，但事实就是这么离谱，又这么真实。手机的充电部其实就像我们手机的一道大门，平时我们用它传照片、传影片，非常方便。然而，如果你贸然把这道门对着陌生的设备打开，就等于给了不法之徒可乘之机。早在10多年前，就有治安专家预见到了这个风险。时间回到2011年，在美国的骇客大会上，研究人员做了一个惊人的实验。他们架设了一台免费提供充电服务的 USB 充电亭，外观看起来人畜无害，专门针对那些手机快没电的与会者。结果怎么样呢？短短几天内，数以百计的人心甘情愿地把手机插上去充电，完全没意识到潜藏的危机。这个充电站其实被做了手脚，一旦手机连接上去，萤幕上立刻弹出警告，告诉使用者他们的设备已经遭到攻击。这次示范虽然只是善意的警告，没有真的偷任何人的资料，却充分证明了透过 USB 充电部入侵手机的可能性，也正是让世人认识了所谓的充电诈骗。国外将这类透过充电接口对装置下手的骇客技术称为 juice jacking， 直译为利用充电吸取资料。从那时开始，这种招数就不再只是理论上的危险，而成为现实中必须提防的网络犯罪手法。随着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普及，充电陷阱也不断升级进化。近年来，有资安研究团队发现，一些不法组织会制作特殊的充电线，线里藏有比米粒还小的微型晶片，插头外观看来和普通充电线一模一样，但只要你连上，它就能在暗中执行恶意任务。有的改装线甚至内建了无线模组，骗子不需要实体，连在你身边，也能远端取得你手机的存取权。2019年左右，市面上甚至出现了一款恶名昭彰的骇客工具线，外表是普通 USB 线，实则内藏玄机，能在你毫无察觉时窃取密码或注入木马程式。一些骇客论坛公然贩售这类工具，意味着只要有心，几乎任何人都能买到并蓄意部署陷阱。不法之徒可能会将这类恶魔充电线刻意遗留在咖啡厅桌上、机场座椅旁，假装成别人遗忘的充电线，引诱路人捡拾使用。试想，一条看似好心人遗留的免费充电线，其实是钓鱼钩，等待着下一位倒霉鱼儿上钩。当你把手机连上它的瞬间，你的手机就在背后被开了一道后门。更有甚者，公共场所的 USB 充电插座本身都可能被动了手脚。例如在机场，
饭店大厅或图书馆，我们常看到墙上或座椅旁提供 USB 插孔供人直插充电。然而，如果这些插孔的内部硬体被不肖人士改装，比如加装一个看不见的迷你电脑，那么每当有人接上来充电时，这隐藏的装置就会开始尝试读取手机资料或植入恶意软体，就像埋伏在林中的偷袭者。对一般使用者而言，根本无从辨别插座里有没有鬼，就算是在高度安全的场所如机场、会议中心，也不能排除这种风险。事实上，执法单位已经注意到这种威胁。今年2023年时，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就罕见地对大众发出提醒，呼吁大家尽量避免使用公共场合提供的免费 USB 充电站。他们警告说，不法分子可能已经在公共充电站部署恶意程式或监控软体，一旦有人连接，个人装置里的资料就可能被偷走。这则消息引发广泛讨论，证明充电诈骗绝非耸人听闻，而是现实存在且值得警惕的安全隐患。听到这里，你或许开始回想，自己是不是也曾在外头贪图方便，用陌生的充电线或公共充电插座给手机充过电。乍看之下，不用白不用的充电服务其实隐藏着巨大风险。试问，如果一个陌生人拿着他的笔电走过来，要求插上你的手机充电，你会答应吗？大部分人肯定会提高警觉，担心对方会不会乘机入侵手机。然而，当这个陌生人隐身在墙上的插座里或看似无害的充电线中时，人们反而放下了戒心。这正是骗子高明的地方，利用人们对环境和设备的信任，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。许多人认为在机场、咖啡厅这些公共场合提供的充电设备是安全的，毕竟那些地方看起来受监控、管理完善。但你要知道，越是大家想不到的角落，越可能成为骗子的温床。前面提到的那位在机场失款10万的女士，不就是因为觉得机场足够安全而放松了警惕吗？结果骗子正是钻了这份安心的空子，免费的往往是最贵的。在网络安全领域，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。说完充电，再来看看另一个常见却隐蔽的陷阱。公共 Wi-Fi 手机除了常插 USB 线充电，平日我们出门在外，也经常连接各种免费 Wi-Fi 网路。走进咖啡厅、餐厅，看到 Free Wi-Fi 标志就眼睛一亮，恨不得马上连上省流量。然而，你可曾想过，那些看似便利的免费网路，其实也可能暗藏玄机。让我们想象另一个场景，小李在车站候车，手机流量不足，他发现一个名叫 Station Free Wi-Fi 的开放无密码网路讯号，信号满格。他心想，哇，车站贴心提供免费网路，于是毫不犹豫地连上了。上网过程中，他看到一个弹出页面，要他输入电子邮件注册才能继续使用网路。他顺从地照做了，甚至还顺便浏览了一下网银 APP 的余额。孰料就这么一次连线，噩梦随之降临。几天后，他发现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被盗，用同一组密码的电子邮件也遭入侵，银行账户差点被人偷转钱。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小李连上的根本不是真正车站官方提供的 Wi-Fi， 而是不法之徒设下的山寨热点。这个假 Wi-Fi 名字刻意取得很诱人，让人误以为是合法安全的网路。但当他连上时，资料其实全经过了骗子的设备中转。换句话说，他所有在网路上输入的资料、账号、密码、浏览内容等，都毫无保留地暴露在骗子眼前。那个要求他输入邮件的弹出页面，更是骗子设计的钓鱼陷阱，用来套取他的个人账号资讯。就算像银行、APP 这类较安全的应用，骗子一时半刻无法拦截内容，他们也可以记录下小李连线银行的时间，之后透过其他手段对他进行精准诈骗。由此可见，连上一个不安全的 Wi-Fi， 等同于把自己的隐私通信开放给陌生人。在公共网络环境中，你的手机就像没上锁的房门，随时可能被有心人推门而入。公共 Wi-Fi 诈骗其实早有前科，还记得大约10多年前，有一款叫 Fireship 的骇客小工具轰动一时吗？2010年左右，某安全研究员释出了这个简单的浏览器外挂，任何人在公共 Wi-Fi 环境下安装后，都能一键拦截同网路中他人未加密的登录资讯。一时间，大家惊呼，
在咖啡厅连个网竟如此危险，因为你的 Facebook、Email 只要没有全程加密，就可能被隔壁桌的人盗走登录权。这件事之后，许多大型网站才赶紧全面改用 HTTPS 加密连线，补上这个漏洞。然而，加密固然提升了安全，但骗子们依然有办法利用公共 Wi-Fi 行骗。常见的手法包括建立钓鱼 Wi-Fi 热点、进行中间人攻击，甚至假冒公共 Wi-Fi 的登录页面等。刚才提到的小李遭遇就是典型的山寨热点加钓鱼登录组合拳。骗子还可能更狡猾，他们架设一个和真 Wi-Fi 名称几乎一样的热点，例如在机场同时出现 Airport Free Wi-Fi 和 Airport Free Wi-Fi 5G， 你一不留神就可能连上那个多出奇怪字样的假网路。连上后，对方也许什么都不做，先让你顺利上网，以取得你的信任。等过了一会，他们可能会透过各种手段下手，比如偷偷导引你下载所谓的安全升级 App， 或弹出伪造的银行 App， 重新登录请求。一旦你照做，等于把钥匙亲手交给了对方。更有甚者，即使你什么敏感操作都没做，只是连着，也可能会遭遇恶意程式自动攻击。某些老旧手机如果没有更新，连上骇客控制的 Wi-Fi 后，对方可以利用已知漏洞，直接对你的装置发动攻击，把病毒空投进你的手机。这类攻击也许没有充电诈骗那样直接高效，但如果中招，后果同样不堪设想。听起来是不是有些毛骨悚然？科技让我们享受便利的同时，其实也提供了骗子施展手段的新途径。我们每天随身携带的智慧手机，看似小巧，里面却存放了大量敏感资讯，银行账户、信用卡、通讯录、私人照片。一旦被有心人攻破，所造成的损失不亚于钱包被偷，甚至更可怕。但是别害怕，资深安全专家们早已总结出一套完美应对方法，可以大幅降低我们受骗的风险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把那些防范对策一一分享给大家。首先，针对充电诈骗的防范，记住一个原则：不使用陌生人的充电线，不随便插陌生的 USB 孔。最理想的做法当然是随身携带自己的充电设备，例如你可以携带自己的充电线和充电插头，在公共场所尽量寻找传统的电源插座来插电，而不是直接把手机插在公共提供的 USB 孔上。为什么强调电源插座呢？因为墙上的2孔或3孔电源插座只提供纯电力，不像 USB 部那样同时具备资料传输功能。换句话说，把你的手机充电头插进墙上的市电插座是无法读取你手机资料的，这样相对安全许多。当然，有时候现实状况下，我们找不到标准插座，只有 USB 插孔可用，那又该怎么办？有一种贴心的小工具值得投资，那就是 USB 数据阻断器。这种装置外观看起来像一个小小的 USB 转接头，价格并不贵，只要几十块钱，但作用却非常大。它能阻断 USB 线里的资料针脚，只让电流通过。不妨把它想象成在 USB 线路上加装了一道闸门，只准电进，不准数据进出。即使你不得已使用了公共的 USB 插座，有了它保驾护航，也能有效防止资料被盗取或恶意软体进入手机。除了数据阻断器，随身行动电源、充电宝也是好东西。如果你有自己的行动电源，外出时先用行动电源给手机充电，再找时间为行动电源充电，这样手机就不必直接暴露在公共设备上了。另外，现在不少高阶智慧手机都支援无线充电。有趣的是，从安全角度看，无线充电反而更加安心，因为透过电池感应充电并不需要资料连接，自然不存在资料外泄的风险。所以如果公共场所提供无线充电板，反而可以考虑使用，至少不用担心资料传输问题。当然前提是那真的是原厂无线充电座，而非移花接木的假装置。总而言之，充电这件事上切记，宁可麻烦自己，不要便宜了骗子，多花几秒找插座，多带一条自己的线都是值得的。其次，在不得不用外部充电设备时，要保持警觉，任何突如其来的萤幕提示都要当心。如果你一接上充电设备，手机跳出，是否信任此电脑？允许这装置存取你的资料吗？
等等讯息，千万不要轻易点选允许或信任。正常情况下，纯充电是不需要任何授权的。出现这类提示，通常意味着充电装置企图存取你的手机资料，这时务必点选不信任或直接断开连接。对 iPhone 用户来说，可以利用系统内建的 USB 限制模式，当手机长时间锁定后，即使接上 USB 配件，也不会马上允许资料传输，除非你解锁并同意。因此，保持手机上锁状态充电，至少能增加一道保护。另外，不要因为手机在充电就放松警惕去解锁手机随意操作。如果非要使用手机，最好先拔掉不明充电线再用，避免在充电同时解锁，因为你一解锁，手机对 USB 的保护就降低了。此外，也请养成良好习惯，定期更新手机的作业系统和安全软体。厂商的安全更新经常包含针对最新恶意程式或漏洞的防护，保持系统最新，能防止很多透过 USB 漏洞进行的攻击。市面上也有一些手机安全防护 App， 可以及时侦测恶意软体，一旦你因不慎中招，也能及早发出警告，将损失减到最低。说完充电，再看公共 Wi-Fi 的防范。其实对于免费 Wi-Fi 大原则和刚才充电的情况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能不用就不用，能避开就避开。出门在外，特别是在陌生环境，尽量使用自己的行动网络数据。如果不是迫不得已，不要连接来路不明的免费 Wi-Fi。如今行动网络覆盖广，速度快，相对来说行动数据通信是专属于你个人的连线，不像公共 Wi-Fi 那样鱼龙混杂，安全性高出许多。如果因故一定要使用公共 Wi-Fi 呢？好，教你几个减低风险的方法。第一，连上之前先向现场工作人员确认正确的 Wi-Fi 名称，避免误连山寨热点。比如在咖啡厅询问店员哪一个是他们提供的官方网路，有些骗子的假热点名称刻意取得和真网路很像，一不小心就中招，多问一句总没错。第二，连线时若出现奇怪的登录页面，或要求你输入敏感个人资讯，例如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，立刻提高警觉。一般正规的免费 Wi-Fi 最多要你输入手机号收验证码，不会要你填一堆隐私资料，更不可能需要你的账户密码。如果遇到可疑的登录要求，宁可不要上网，也别随便填资料。第三，即便顺利连上了免费 Wi-Fi， 也不要在上面进行敏感操作，例如网络购物、下单、登录网银或支付账单，这些涉及金钱交易的事，尽量等有安全网络时再做。如果情况紧急，非做不可，至少也要启用 VPN 虚拟私人网络服务来加密你的网络通信。有些企业员工有公司提供的 VPN， 不妨善加利用。一般民众也可以考虑购买或使用可信的 VPN 软体，在公共 Wi-Fi 下为自己的资料再加一道保险。第四，关闭你手机上自动连接 Wi-Fi 的功能。很多手机会记住连接过的网路，并自动重新连线。骗子可能利用这点，透过设备模拟你曾连过的 Wi-Fi 名称来骗取连线。因此，让手机每次连线前都询问一下，可以避免无意中连上假的热点。第五，保持你的各种应用程式和系统是最新版本，因为更新往往修补了已知的安全漏洞，降低了被攻击的可能。骗子针对公共 Wi-Fi 下的攻击，往往是利用设备或 App 的漏洞升级到最新版本，可防范绝大多数已知威胁。如果你的装置安全性高，他们就算拦截到你的资料，也很难解密或利用。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，为你的重要账号开启2步验证 2FA， 这和 Wi-Fi 本身无直接关系。但是假如你的密码不慎在公共网络中被拦截，双重验证可以作为最后的护栏，阻止骇客登录你的账号。像是电子邮件、社群媒体、金流支付等服务，都建议开启登录验证码或手机通知确认的功能。如此一来，就算骗子偷到了你的密码，没有那第2道验证也无法乱来。当然，前提是你的手机本身没有被植入恶意程式，否则他们可能连验证码都同步拦截了。所以防范工作还是要多管齐下，步步小心。讲了这么多，你可能觉得有点神经紧张，出门在外充个电有诈骗，上个网也不安全，那是不是干脆当个原始人，不用科技算了？其实也不必如此灰心，科技带来便利，
也带来风险，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提高警觉来避开绝大多数陷阱。就像开车出门会系安全带一样，使用智慧手机也该主动做好防护措施。只要你记住今天我们分享的要点，骗子那些高科技伎俩对你来说就不足为惧。请牢牢记住，不要乱用别人的充电线，不乱插陌生插座，连 WiFi 前三思，敏感操作慎行。这几句话看似平常，其实都是许多血泪教训换来的经验谈。也希望大家将这些知识告诉身边的亲友，尤其是家中的长辈，他们可能对新技术了解不多，更容易被假象迷惑。我们应该提醒长辈们，手机不只是电话，更是钱包和资料库，在外使用时一定要特别当心，千万别让贪小便宜的心态害了自己。记住，免费往往隐藏看不见的代价。在这资讯爆炸的时代，骗术也如同病毒一样不断变种升级。我们或许无法预测下一次骗子会利用什么新技术来行骗，可能是 NFC 近距离通信，可能是手机的脸部辨识漏洞，甚至是 AI 伪造视讯，谁也说不准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唯有保持警觉，不断学习最新的防诈知识，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当你下次在公共场所手机快没电，四处张望寻找充电设备时，当你看到免费 WiFi 4个字，心生欣喜时，希望你脑海中会闪过今天的这番分享。想一想那句老话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同样的，也没有不花代价的免费充电和免费上网。如果一时的方便可能招致巨大的损失，那我们宁可选择麻烦一点的安全方案。毕竟钱再难赚也比不上生命重要，但让人甘心情愿上钩的骗局，往往就是利用人们贪图便利或小利的心理。现在你已经知道了充电与 WiFi 背后的潜伏危机，相信你也有能力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资讯财产安全。别忘了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科技时代更需如此。让我们一起提高警觉，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，同时也守护好自己的钱包与资料，不给诈骗集团任何可乘之机。下回在面对类似诱惑时，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，远离陷阱，让骗子们无计可施。